刚刚中国在2021年的新的报告里面有提到了11个城市哦，他们平均人均大概到10万这个人民币哦。从某个角度来说，我想老师对这个经济的部分是非常了解，这有没有代表什么样的意涵呢？这部分老师怎么看？主持人讲的这个共同富裕呢，是一个中共的宣传口号，中国人都懂得对中共的宣传要反着读的，然后才能从中读出来里边的意思，真正的意思。那么对共同富裕这个宣传口号应该怎么样来反着读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既然中共提出共同富裕这个口号，就说明中国的现实是贫富差距极大，富起来的只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还很穷。但是呢，台湾有很多去大陆做生意和旅游的人，他会有一种感觉说，中国人很有钱啦。你看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那个豪华商业区，好像比台北还要繁华。没错，那是一小部分人的天堂，在那里你看到的消费能力完全不能代表中国真正的财富的分布状况。那么中国真实的财富分配状况是什么样的？我想先来介绍一下总量这个瑞士的这个信贷，就是瑞士信贷的研究院，从2010年起就开始发布全球财富报告了。那么2016年11月，他发布这个2016年报告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居民的总体财富在2016年开始出现3个下降。第一个下降就是家庭财富的总量，当时的报告是23万亿美金，7年来第一次下降，下降了2.8%，缩水6800亿美金，这是总数第二呢，就是第二个下降是成年人平均的财富，当时是合人民币15.8万元，22864美元，这是相当于15万8人民币。那么也是在2016年那一年7年来第一次下降，比去年同期相比是下降3.7%。再一个就是第3个下降是中国拥有100万美元净资产以上的百万富翁数量呢是人数是7年来首次下降，减少43000人。那瑞信这个研究人员认为中国家庭财富缩水的主要原因是股市的价格下跌和货币贬值。那一年这个2016年的时候，中国这个股市的流通市值蒸发了24300亿。那么当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还贬值6.8%。这里讲的都是中国的居民财富的总量，听起来蛮大的，但是是不是中国大部分人都很有钱呢？这个在中国经常你会在互联网上看到这样的说法，有人讲一个有1亿块的富翁和一个1分钱没有的穷人，一平均就是每个人5000万了。那穷人真的有5000万吗？那是被平均出来的。那么我们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有一个衡量社会财富分布是不是两极化的计算指标，就是基尼系数。那基尼系数以0.1为最小值，以1为最大值。那么基尼系数越小，说明社会财富的分布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说明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头，那大部分人很穷。那我查了一下，台湾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34，也就是说呢，这个系数说明台湾的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不算太厉害的。那国际公认的标准是说，一个社会的基尼系数如果超过0.4%，就是0.4的话，就可能产生比较大的社会不满，所以是一个警戒线，不能再高了。那么中国的基尼系数究竟怎么样？北京大学有一个项目叫做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它是在全国25个省、160个市、160个区和县，采集14960个家庭作为样本。那这个调查呢，是2015年初的时候公布过一个中国民生发展报告。这个报告介绍说，中国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1995年是0.45，这是20多年前的事。那么到了2012年是上升到0.73，记住我前面讲过的0.4是警戒线。中共1995年的时候，20多年前就已经过了警戒线了，是0.45。那2012年是0.73，以后基本上
只会比这高，不会再低了。那么这是一种极端恶化的社会财富两极化的局面，它只会发生在专制政权之下，也只有在专制政权之下长期面临这种局面的居民，既没办法反抗，也没办法表达不满。那么这个社会财富主要在哪些人手里头？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是说呢，说中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1/3的家庭财产，就家庭财产总量当中1/3是被1%的人家庭掌握的。那么社会中底层25%的占据这个家庭总数25%，1/4的家庭在社会中底层的，他们的财产总量加在一起只占全社会财富总量的1%。也就是说，我们前面提到这个中国居民这个财富总量啊，1/3在1%的家庭手里头，剩下的2/3呢，主要是在中产阶层手里头。那么中低阶层基本上是没有财产，也没有什么积蓄。那么这顶端的1%的家庭啊，合起来也就是1000多万人，主要是住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特大城市里。所以你在这些城市里看到高档消费，也就是在1%家庭这些批人的。但是呢，大部分城市的居民不属于这1%啊，他们属于中产阶层。那他们的财产状况怎么样？这就是前面主持人提到的，自由亚洲电台11月23号有个报道，说中共的这个央行最近公布数据表明说，去年年底中国45个城市里头有11个城市的住户人均存款超过10万块。那这就是那个1%最有钱的家庭造成的影响，拉高了这个数字，拉高了平均数。那它这个资讯如果你反着读，就读出资讯来了，就是说这45个大中型城市里头，有34个城市的居民人均存款少于10万块，这个就是中国中产阶层的财产状况。那么对中产阶层来讲，就像前面主持人提到的，你光看存款数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财产净值，因为还有负债。比方讲，他借了按揭贷款来买房了，每个月要还本付息，负担是不轻的。那么中共的央行今年年初公布中国居民的负债率啊，2020年已经达到72.5%，就前面主持人提到过的。这说明啊，很多中国的中产家庭虽然还有一点不多的存款，但负债也很重。如果用存款扣掉负债，他们的金融资产的净值是很少的。那么再加上现在中国的通货膨胀正在步步上升，预计明年还会跳涨，因为今年工业制成品和原材料的价格是2位数的快速上涨，那反映到明年的消费品价格上会有明显上升的。同时呢，从现在开始，受到我以前的节目中介绍过那个猪粮周期的影响，肉食的价格已经开始上涨了，明年会涨得更厉害。再一个，从明年开始，若干城市要开始收房产税了，税率是在房产价值的0.5%到1%之间。那么5年以后，是所有城市都要收房产税。那么中国我们都知道房价高得吓人。当时啊，以前的很多中国中产家庭不以为忧，反以为喜，因为他们觉得说房子就是聚宝盆啊，房价不断上涨也算是他们家庭财富在增加。但是啊，开征房产税之后，高房价就意味着高税收。我算过一下，上海的一套公寓房，比方讲100平米的一个 apartment， 一年要交2万多人民币的房产税，这就是一笔很重的开支。所以从明年开始，物价跳涨，房产税加征，很多白领的失业者现在只能去送外卖或者摆地摊，然后房价在下跌，带动股市萧条。所以整个中国城市社会里头，这个以中产阶层为主的这个居民啊，他们今后不是在走向富裕哦，不是什么共同富裕，是共同变穷哦，这就是现实。所以我讲共同富裕的宣传口号。那么中国的穷人有多少？他们谈不上财产了，穷人前面我讲过，这个1/4的穷人合在一起只占中国所有居民财富的1%。那么他们的收入状况怎么样呢？去年中国那个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人大会议的记者会上说过一句实话，他说中国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块人民币。
这个相当于4000台币，4000新台币。那中国的物价比台湾高，大家都知道。那这6亿月收入相当于4000新台币的人，他们的生活水准怎么样？我想台湾的朋友们应该想象得出来。也就是讲，中国现在将近14亿人，6亿是艰苦度日的穷人，加上2亿正在变穷的中产阶层，还要加上3亿的退休人口。我们都知道，退休人口的收入不可能再增加了。那么这就是说，这叫我讲的6+2+3，11亿人过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6亿艰苦度日的穷人，4000块台币一个月；2亿正在变穷的中产阶层，3亿只能靠退休金过日子的，很多人退休金很微薄。那么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它的消费能力是明显是逐渐收缩的。所以从这角度来看的话，中国经济走下坡这个趋势是必然的。共同富裕永远是一个肥皂泡。